台军企图列装千枚导弹来对抗大陆，如何拔除这些导弹的发射平台，对解放军而言不是难题。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随着解放军东部战区不断增加对台军事警巡，台军似乎坐不住了。其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为了应对大陆军舰的侵扰，将在未来5年内量产1000枚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备战。这些导弹包括雄风2型、雄风3型以及增程型雄风3反舰导弹。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雄升的地对地巡航导弹。除了雄升导弹主要用于攻击大陆纵深的目标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反舰导弹。雄风2型的性能与美国的鱼叉相当，是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而雄风3型这是一款采用了固体冲压发动机的超音速反舰导弹。这款导弹就算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少见的。从台军公布的上述消息看，其目的一方面是给岛内的台独分子打气，一方面也是为了以武拒统，企图通过这1000枚导弹起到吓阻的作用。中国大陆的某些媒体人认为，如果台海战事一旦爆发，解放军的火箭军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饱和式的打击方式来摧毁台军的这些导弹。这么说起来呢很爽，但实际上的操作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反舰导弹大致分为3类，一类呢是舰载型的，也就是把它们装在各型驱逐舰、护卫舰或者是导弹艇上。如果武统一开始，这些军舰很可能就会在第一时间内被我军摧毁。上述说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因为发射平台没有了，这些导弹肯定也就发射不出来了。第二类是岸基型的，就是说这些反舰导弹部署在岸上，而且呢它们是能够机动部署的，甚至呢在使用之前会被隐藏在某些洞窟内或者是掩体内，不大容易被发现。那么第一波打击的时候，很可能他们会成为漏网之鱼。因此对付这样的具有机动能力的而且容易隐蔽的岸基型反舰导弹，必须采取更多的方式方法来给它精确的侦察定位，才有可能将其消灭。那么第3类呢，就是机载型的。机载型的反舰导弹，其特点呢是发射点机动灵活，而且射程要比舰载的和岸基型的同类型导弹更远，对付起来可能更麻烦。但是只要武统行动一开始，立即将台军的所有军用机场炸一遍，那么这些飞机就起不来。从中呢可以看出来，对我军威胁最大的首先是岸基型的能够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这需要采取更多的方式方法对他们进行侦察和打击。那么解放军应该如何来拔除这个威胁呢？除了舰艇本身要组织好对空防御以外，可能还需要采取综合的技术手段来对付他们。第一，要摧毁台军的指挥控制系统、弹药库和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对于雄风2、雄风3这样的笨重的岸基导弹来说，它们往往都需要依托固定的阵地来发射，相对而言比较好摧毁。如果破坏了台军的指挥控制系统，摧毁其存储导弹的仓库，甚至直接打击岸基导弹阵地，就可以极大的削弱其岸基导弹的威胁。第二，可以在台海地区大量部署装有雷达反射器的小型船只。无论是雄风2型还是雄风3型反舰导弹，它们采用的主要都是雷达制导的方式，所以暂时在台海地区大量部署带有雷达反射器的无人驾驶诱饵船只，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三，要充分发挥无人机的作用，尤其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不但侦察能力强，而且还配备有空对地打击的武器。那么用无人机去掌握那些时隐时现的目标，特别是那些机动的反舰导弹的发射车，非常有利。一旦这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车被察打一体无人机所捕捉到，基本上是无法逃脱的，发现就实时进行猎杀。
第四呢，通过空降或机降的方式来夺取登陆场周边的要地，以降低其反舰导弹的发射机会。通过直升机机群和空降部队去夺取要地，可以说在战争开始阶段，减除反舰导弹的威胁是非常重要的。运输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跨越台海，往往只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只要通过低空突防的方式迅速的进入台湾地区，就可以及时搜寻和锁定台军的反舰导弹基地，从而呢对他们展开高强度的攻击。第五，要对台军的反舰导弹组织多层次的拦截。首先呢，要做到及早预警，通过多层预警，及早发现敌方的反舰导弹，从而通过中程和近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对他们进行拦截。可以说，其中的关键在于预警，只要做到早发现，就能够早拦截，拦截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幅度提升。总体来看，机动部署的岸基反舰导弹对解放军的登陆作战而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只要我们采取综合的应对手段，就能在开战初期很短的时间内将其压制在地面和水面，从而大幅度减小其威胁性。台军企图依靠1、2件比较先进的武器就达到以武拒统的目的，这个只能是痴人说梦，螳臂挡车，因为两岸统一的步伐是谁也不能阻挡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